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一下有关1.3使用这个 Google Colab 进行 Python 程式的撰写哦。那我们在前面呢通常都是以讲述的方式去讲一些在这个 Python 这个程式设计上面或者在这个 Google Colab 以及这个有关 Jupyter 上面的一些这个知识上面的论述。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准备实际上要来进行这样子的操作哦。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 Hello World 在我们这个案例里面呢，就是要来去演练这个 Colab 的记事本。在这个记事本上面呢，我们至少要来去制作这个 Markdown 的笔记以及去写一些这个简单的 Python 程式码那 Python 程式码基本上我们就直接去输出一个 Hello World 最简单的形式。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至少会做4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新增一个空白的笔记本，新增一个新的笔记本。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们要有办法去执行它的程式码的储存格程式码就是我们那个程式码区段。好，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能去储存我们这份文件或者是能有办法去制作第二个副本出来。好，那最后呢，我们第4个步骤就是说，如果说当你有需要的话其实你可以去把这份文件把它下来。不过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它是已经帮你存在你的云端硬碟预设是云端硬碟，在某些情况下，有一些人习惯上会把它存在 GitHub 上面。好，那呢我们就直接切换到我们的这个 Colab 上面来下去做观看。好，我们现在这个画面呢，就是这个 Google Colab 的这个首页那可能有一些这个学员在看的时候会发现说，这个首页我们这个网址没有错嘛这个colab.research.google.com 那这个首页怎么跟这个我们像目前在讲述上面的画面有点不太一样因为这个免费的这个介绍的这个页面跟我们这个有订阅的页面稍微有点不太一样这边呢，因为有订阅过了所以它这边呢，它会显示的就是说，如何去充分的发挥 Colab 的这个订阅价值来，我们现在来做第一件事情如何去新增我们的记事本怎么样去新增我们记事本？来，新增记事本呢可以在档案这个地方，我们上面就是我们这一排是工序列这一排是工序列。当你按下档案在这里呢，你可以去新增笔记或者是你可以去开启笔记或者上传笔记那新增笔记顾名思义就是你就会开一份新的文件开一份新的笔记本。那开启记事本的意思呢它的意思就是你可以去开这个你之前存在像是 GitHub 啦，或者是存在这个 Google 的云端硬碟上面的这个记事本它就直接就用开启的方式那如果说你的这份记事本可能是从别的地方取得到它可能像是留存在你的硬碟上面你就可以透过上传记事本的方式然后呢把这个笔记的内容传到 Colab 上面。好，总之呢我们就先点选新增记事本。好，那我们现在就有空白的内容好。我们现在这个内容里面呢，我们要先试着来去新增一个文字内容所谓的文字内容指的就是我们的笔记的部分好，那现在目前有一块这个叫做程式码储存格程式码储存格。程式码储存格它有个特色，就是它前面会有一个播放钮会有个播放钮。这个播放钮基本上执行下去呢，它就去执行你这一段程式码那因为我们现在要去新增一个这个文字笔记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有2个地方可以去做这个文字内容的这个添加一个是从上面这里看到程式码或者是文字从这里可以去下去做这个文字的新增，或者是说在这个储存格的上面或下面看你要加在什么地方。那么现在就在这个储存格的上面加上一个文字内容。好，这里它有跟你提示按2下或者按 Enter 你就可以下去做编辑这个编辑呢，它基本上如果说你打一般的文字例如说这是一个练习一个文字内容的练习这就是一般的文字内容它就是一般的文字内容。如果你需要去上一些 Markdown 的标签，例如说我们可能要去上一个这个，例如说这是我们第一个练习它可能是叫做 Hello World 我就打上去 HELLO WORLD 好。如果你需要它把它变成一个这个标题的话我们就在前面加上一个井字号好，这样就可以了我们离开看一下来，右边呢是所见即所的它会立刻把你的这个文字内容直接格式化从这个 Markdown 它可以去解读的形式所以这个地方呢你就可以看到第一个练习Hello World 这是一个文字的这个内容练习那在这里面呢，如果你想要去上一些项目符号的话这里假设我们这有个什么项目1，就是一个任务1任务1任务2任务3，假设3个任务。如果说你直接写的话，它在解读上面它会把它当做是同一行当做是同一行。如果你希望能加上项目符号的话，我们之前有提过你就直接加上一个减号加上一个减号
像我的习惯啦，通常都会用空格把它隔开哈，大概知道它是项目符号。好，所以这时候你就会看到一些项目符号。如果说你有用这个序列的习惯哦，例如说我们这里哦可能会有1，好，好，我们之前有提过了哈，在这个任务上面呢，在任务上假设它是假设我们写 XYD 好了，哦有3个任务，好，然后呢它原本可能是这是2号任务或者3号任务，好，然后呢我们在排版的过程中，这个有时候这个顺序因为某些因素需要去做调动哈，然后当你去做调动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这个就要去跟着去改，然后你跟它把它改成2跟3才会比较顺哈。可是呢，如果是在这个 Markdown 里面基本上它就不管这件事情了，它的呈现上面，它只要它去意会到你这个是一个这个数字的这个序列那你后面的所有的这个序列，它基本上它会帮你重新排版，帮你下去做排版好，即使我们刚刚顺序是错的，但可能已经有看到了即使顺序是错的，1、3、2。在这里呢，它还是帮你用正确顺序1、2、3下去做标示可是为了避免下去做混淆啦，所以我们在写的时候都用1下去做标示就好了用1下去做标示好。那如果说真的不熟悉这个 Markdown 的这个标签的形式呢，基本上例如说我们的任务1，你想要加上出题的话，就直接在这里直接点出题好，这时候呢，它这个地方就会改成出题。我们之前在我们内容有没有提到，出题是什么？出题是打星星，是不是一个星星？不是一个星星，是2个星星2个星星。好，那如果说打1个星星会怎么样打1个星星的话，基本上它是斜体，它是斜体。好，那么之前也有提过斜体它有2种方式如果你用星星的概念去看的话，基本上它要记一件事情，就是到底是1颗星还是2颗星那如果说他习惯的是另外一种 Markdown 的形式的话，他可能就要去记底线，然后底线这也是斜体。这也是斜体，好，只是如果说我们要在这个一致性上面你只要记星星就好了，不用去特殊去记什么有底线的啦，有波浪的有什么特殊斜线的不用记到这么复杂。好，我们现在目前就讲几样东西第一个是上井字号这是第1节标题第1节标题。如果在这个地方你有另外一节假设是任务这时候它基本上它的阶层就出来了，这个是我们的第1阶，这是我们的第2阶。好，然后呢，根据你实际上的需求，你去加上这个项目符号或者使用这个数字的项目符号，然后就看你要不要上这个处理协定。好，那如果说在一些比较复杂例如说你可能要去加一些，我们看一下上面有什么东西。好，这个你想要在你的这个文字内容去放一些程式码的话它基本上你可以把一些扣摆上去。你可以把一些扣摆上去，或者说你要去放一些超连结这个超连结的话，你就可以直接使用它超连结的功能，或者说你希望能在上面去摆一些图片的话你就可以使用插入图片。当你使用这些工具你使用之后呢，操作完之后，它会以 Markdown 的形式直接帮你写在上面所以你下一次再看的时候，基本上就有机会去做这个 Markdown 的学习好，那我们现在任务呢就是我们看一下这是第1个练习嘛我把上面这个删掉我们的第1个任务就是这个熟悉使用并也可以Markdown的符号。好，那这个符号呢，来，我们现在有用这个井字号然后呢有使用这个减号然后有使用了1的这个符号目前使用过这3个在这里面现在已经有看到了好，那这个通常我们可以推排推进去了可以去做一下简单的排版然后再来第2个任务呢第2个任务呢就是在这个程式码的储存格我们这一格一格叫储存格储存格输入一段这个简单的程式码我们的程式码基本上呢我们就是使用 Hello World 好，那在这里呢我就加一下我用 code 来，这里是我们的程式码例如 print 这里的程式码没有办法执行这里的程式码基本上只是做笔记用而已HEOOWRLD 这就是我们程式码，很单纯的程式码程式码它在 Markdown 里面的表现形式就是你的程式码区段是用3个点点点不过这个点点点不是我们一般的那个单引号或双引号，它是一个特殊斜线的这个点点点用3个点点点来表示它是程式码区段我们有没有第3个任务第3个任务就是存取档案储存档案然后呢这个同时这个将这个档案下载到
硬碟上。OK， 好，假设我们现在做这几件事情了，好，来，上面这些呢，基本上我们已经练习过了哈，这个井字号，好，然后这个减号，哦，这个项目符号，然后或者是用这个数字编号，哦，这3个都已经练习过了。好，接下来呢，在我们程式码储存格输入一个简单的程式码，这个储存格在这个地方哈。刚刚我们提到了，如果你要往下去加程式码的话，哦，加文字的话，你可以在这里加，哦，如果要加程式码的话，直接这边点啊，那我让不小心点太多有没有？我不小心点太多的话，后面这里有一些功能哦，这个是往上移、往下移，好，然后呢，这个是复制我们这个储存格连结啊，或者是我们可以去做一些这个，因为我们有时候会把这个东西哦，应该说把你的这个笔记共用出去，好，共用的人呢，他基本上可以在上面去新增一些留言，去做一些注记哈。好，那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我们把它删掉，我这边像目前应该是多的哈，来把它删掉，啊，这个也删掉，好，来。现在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储存格哈，我们现在如果要去写我们的程式码呢，好，我们就直接把那个程式码，来把它复制下来哈，把它贴进去。哦，我看一下哈，这边是不是这个井字号是多的？这井字号是多的哈，因为它把它当做注解了。好 ，OK， 它现在显示应该是正常的。好，我们在这里呢写了一个 print。好，这个 printer 呢，因为它是一个方法，它是一个方法，是我们用括号把它括起来。这个方法呢，要放什么东西进去？我们希望呢，它能去显示一个字串，这个字串内容叫做 hello world。好，假设这段完成了，那我们怎么样去执行这一段程式码？我们如果要去执行这一段程式码呢，你必须要在这一个程式码的储存格的前面按下执行，按下执行，我们点选执行。哦，那它执行它，你会说，奇怪，它怎么会执行这么久？哦，你要注意一下右上角。第一次执行的时候，他去做一些事情，因为我们讲说，Jupyter 的前端，我们现在是在 Colab 的这个网页上面，好，然后呢，当你去执行了这里的程式码的这个储存格的时候，它必须把你前端的程式码透过 Jupyter 送到 Jupyter 的后端。Jupyter 的后端呢，它就会去它会去呼叫我们这个 Python 的执行器。Python 执行器执行完你的程式码之后，来透过 Jupyter 送回来到你的前端。好，这个流程它基本上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先做，就是它要帮你把你的虚拟主机云端独立属于你自己专属的那一个机器帮你准备好。它才有办法让那个浏览器跟那个机器上面的这些功能下去做整合。好，所以它现在连起来了哈，连起来，只要它有连线成功，基本上你会看到这里打一个勾勾哦，打一个勾勾，好，就是已经顺利连起来了。然后你会看到你一定会有这个 RAM 跟你的这个磁碟的目前使用状况。你点选下去之后呢，你就会看到你的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资源的标签。好，在这个地方像目前它是使用率是每小时 0.08， 算是一个比较便宜的这个处理的方案哦。好。如果说你有需要比较大的这个使用需求，那当然就要去做一些处理器执行的这个切换。好，再把它关掉。好，那当这个程式码，当然你这个程式码可以写好几个不同的程式码，它分别个别下去做执行，个别下去做执行。好，那这个程式码执行呢，基本上还有几种啊。这个我再多复制一个哈，再多复制一个，好，下去做执行。好，当你在启动的时候，你的执行方式呢，它这里有一个叫做执行阶段。这里有一个叫全部执行，因为有时候如果说你这个笔记应该算是写得很不错了啊，你希望说，它执行下去之后，它可以把你的程式码从头跑到尾就跟一般的 Python 的执行方式是一样的。这时候你可以去选全部执行，它就会把每一个这个程式码的这个储存格全部执行过一次。不过如果说我们是一般在互动的情境下面通常我们会去独立的下去做执行，看一下这个表现状况怎么样，好，再去执行这个，看它的表现状况怎么样。好，那它只要有这个要求它去做一些输出的话，它一定会显示在这个储存格的下面会有这个内容。好，这个内容如果是之前出现过，或者说你现在不想要看到的话，这里前面会有个叉叉，前面有它点选之后，它会把这个内容清掉。点选之后，它会把这个内容清掉。好，我们再看一次执行的时候它有几种执行方式，一个叫做全部执行，一个叫做执行上一个储存格，就是让它重复执行。有一个它可能是执行聚焦储存格或是执行某一个范围不过通常我们都是自己用手直接下去点我们要的那个地方，或者是直接全部执行。好，那有时候它执行，有时候我们会学一些回旋，让里面跑，它在里面跑的时候，这个跑太久然后其实你也不太确定它发生什么事情，怎么样把它停起来？所以它要停起来的时候，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因为它现在是一个播放钮它如果要去停的话你去点选的时候，它基本上它是会变成一个那个停止符号，去点那个停止符号，它就可以把它停起来。不过这个前后端在呼叫的时候有时候会失灵有时候会失灵，所以它有时候效果不是那么好好，所以呢，在某些情况下，你可能就要去选择什么
中断执行哦，中断执行。啊，如果你发现中断执行还是这么样的没有效果，它就好像没有刹车，好像没有打算停起来的话哦，那通常有几个啦哦，这个它可以去重新启动执行阶段。重新启动执行阶段，意思是说，你目前的工作环境的盘面哦，让你操作上面呢有一些这个重复的这个变数啦哦，弄得稍微有点混乱哦。你透过重新启动执行阶段，它可以有一个干净的工作环境让你下去做使用。好，那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个呢是直接强制的去中断连线，并且去删除这个工作量，因为我要确定它真的停起来了。我希望它这台机器真的就直接关机，立刻关机，立刻关机，我们就可以直接选用中断连线，并且删除我们的执行阶段。好，例如说我现在要强迫直接把它停起来，就点选中断连线。好，这时候他就问你说，哎，你是不是真的要把这个云端机器给关掉？好，确定要关掉，然后就按下是。好，他就立刻把这个机器给停起来。好，如果你需要重新连线的话，也是一样，只要跟虚拟机器有关系啊，都直接看右上角，这里有个重新连线。当你点选之后，他就会帮你把机器再重新连起来。他会帮你把机器重新连起来。好，那我们现在第3个也做完了。我们现在最后一个第2个做完，最后一个第3个就是把档案储存下来。好，这个档案呢，其实在大部分情况下啦，我们是直接储存就可以了。档案储存，档案储存 ，Ctrl S 直接储存。好，这储存是存在这个 Colab 的云端硬碟啊，其实就是 Google 的云端硬碟。好，那如果你希望能把这份文件把它下来，尤其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如果说你在其他地方看到有一些人家分享出来的这个 Colab，你希望能把它给当下来，可以把它给保留下来的话，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使用档案。好，这里有一个下载。这里的下载呢，它要提供2种，一种叫做下载 IPYNB， 一个叫下载 PY 档。好，这2个我们在之前有提到了 ，PY 档就是我们这个 Python 程式码 ，IPYNB 就是互动式 Python 程式码的这个记事本。好，在正常情况下，通常会选择 IPYNB。好，可是呢，在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例如说你在 Colab 写好某一些程式啊，而且因为这是属于你在做这个个人研究跟笔记啊，上面会有一些只有你自己可以看不想让别人看到的东西如果有一些人有一些这个状况下所以希望有一些人他希望你可以把这一段程式码分享出去把它分享出去。这个时候呢，你可以选择这个 PY 档选择 PY 档呢，等一下这个因为没试过这可能试看看因为不同时间点做的状况会有点不太一样原本我预想的是什么？原本预想是你下载这个 PY 档的话，它就只是帮你把什么东西，帮你把程式码储存格里面的内容全部变成一份 PY 档，没有你的笔记我们刚刚原本是要讲这件事情可是呢，现在新的版本它很有可能你下来的时候，它非常贴心的帮你把笔记全部变成注解在这个 Python 程式码里面。好，那这个部分呢，我就留给大家去做这个尝试那 IPYNB 再补充一件事情如果在下载的时候，你上面我们会有2样东西嘛，第一个是这个笔记的部分它一定会有一份在你的这个 IPYNB 里面。好，那你的这个程式码Python 程式码也一定会在里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的程式码区段你的程式码储存格是有被执行过的，上面的那个结果上面那个结果跟内容也会同时被放在这个下载的 IPYNB 里面，它会留在里面所以呢，如果你要下来之前这个不需要的东西记得清一清记得清一清例如说我们使用这个执行阶段里面应该会有一个清除我找一下清除显示画面。好，在这里在编辑里面有一个叫做清除所有输出内容点选之后呢我们刚刚执行的这个内容它就直接把它去做移除这个时候呢，你再去做这个资料下载再分享出去就会比较干净一些。好，那我们这个简单的执行就先讲到这个地方。